現在我們看到數字呢，它是3700億，那用火車来拉了，用火車來拉，要专列來拉，所以當然了，你說軍工系統啊會出這麼大紕漏，可以想象，因為這個牽涉錢太多了。他們看見的恐怕不只是貪腐，他們看見什麼？你在編織一個政治網絡，是你在底下拉幫結派，你在搞鬼。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張國城。大家都知道啊，在這個今年的4月3號又有個重磅消息出現，那就是中共的黨媒新華社通報，這個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馬興瑞啊，據說也是這個習近平的一個重要的這個手下啊，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啊，這很重要。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跟監察調查。這個大家都知道，最近這幾年來這個解放軍高階將領這個接二連三垮台，但是垮到了政治局委員我想這件事情呢非比尋常，所以我們今天呢特別來跟各位觀眾朋友呢來探討一下這個事情，所以還是請國際政治最權威、兩岸問題專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明老師來到我們節目，來跟我們解析一下這個馬興瑞的這個垮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的，這個我想呢，這個馬興瑞垮台，這可能中間之前有一點風聲了，但是現在正式官宣了。那他的這個有一個頭銜呢是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可是呢，看起來好像他以前是這個不是農村系統、農業系統出來的所以他的系統背景蠻複雜的，是不是？請老師給我們先介紹一下。對，我想很多觀眾朋友呢不一定熟悉馬興瑞，大家看到他的名字呢，大概也是最近幾個月的事情，因為差不多吧，大半年前呢就開始傳出一些他就有關他不太正常的消息，可是後來接二連三，我們又看到他一些公众活動，那有些還是比較重要的那個黨裡的政治活動，所以我們就覺得說似乎又沒出問題。可就像你剛剛說的，他這個被官宣的身份是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第一呢，這個像是個像個閒缺。第二就是跟他的就像你剛剛所說的，跟他的背景完全搭不上調。是他根本不是這個系統出來的。那最後擺到這邊去了，那就你可能什麼事都不能幹，那就等着被調查。所以是有必要介紹一下他的背景啊。坦白說，他的背景很特別，他跟我們前面講的一些人還真的不太一樣，因為他在這個調到農村工作小組、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或農村小組之前呢，他是新疆黨委書記，是對不對？在新疆之前，他是待過廣東。那麼在廣東之前，他是什麼呢？他不是那種政治官僚出身，他是非常標準的。最早還真的不是技術官僚，他到後來變技術官僚。他其實是技術專家，他還是高科技專家。這個人學歷經歷都他現在66歲，學歷經歷都非常完整，非常好。當過教授是，當過教授。他是大概好像前面我記得是什麼復興還是阜陽科大出來的。然後慢慢念，最後念到這個哈工大，就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哈工大是中共培養這些軍工人才的重鎮。那麼他從那邊拿了博士出來，後來就留在學校工作，然後幹到副校長吧。所以這個很少有。然後，而且這很年輕的，他就幹了什麼呢？幹了這個航天科技集團的這個黨組書記。大家知道這些都是中共的這些軍工國企，他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你在這邊能夠工作已經不簡單了，然後你啪跳過來幹了黨組書記，然後最後又幹到總經理，這個已經是以科技人員來說已經叫位極人臣了，是不是這樣講？所以比較特別，而且我忘了講一點，他幹這個航天科技公司這個高管的時候呢，才47、8歲，算年輕了。47、8歲是。
拿博士沒有多少年哦，對不對？大概10年、10來年左右都到這位置。我們都很清楚，你說我們的同學朋友當中，30郎當歲拿個博士，你說15年之後就幹到副校長，幹個什麼？那個是要麼就通天的本領，要麼就是後頭有人，關係非常好。就這兩者至少要有一個，甚至兩者具備，才可能走到那樣子。好，那你說這樣走下去算了。那時候幹了多久？幹了5年，是5年6年。2012年習近平2012年年底習近平上台，2013年就第2年習近平上台第2年沒多久呢，第二馬興瑞呢就調了去幹工信部的副部長。那換句話說，他從一個比較技術官僚，從工程師到技術官僚到高管，現在一跳到什麼？跳進政界去了。是，也就是說，他的發展軌道是改變了，出現重大轉變。從科技人轉到科技官僚，之後走到這個政治的這個軌道上去，這個我們不能說沒有，當然有了，當然有，現在還有幾個，可是到底是不容易的。然後那邊幹沒多久呢，啪一下，不到1年呢，真的半年多大半年，然後啪就轉到幹到這個廣東省委的副書記，然後是深圳市長、政法委書記。這就表示要有意培養的了，所以那時候我記得就是官方，因為很多年前我記得我就看過一下，為什麼我有印象呢？因為給他稱號太特別了，把他叫做航天少帥。是航天少帥，航天是搞飛彈啦，然後這個人造衛星啦，搞什麼天宮啦，或者甚至搞北斗這些，這不是一般人搞得了的啦，我們都清楚。然後你從這麼專業的、這麼高精尖的工程師，然後轉成這個官僚，比方說你行政能力很好，結果把你從科技行政系統拉進政治系統裡面來，那就早點培養了。一擺就擺到深圳，擺到廣東，你還不是說先擺到什麼哈工大附近呢？你就近這麼去運用，還不是呢？一擺就擺到廣東。廣東那時候，當然你如果去看看他在廣東經歷呢，他跟2個重要人物呢有重疊。第一個是胡春華，跟胡春華重疊了3、4年。好，那胡春華離開了，他還繼續在廣東待下去。胡春華之後誰來接呢？李希來接，所以跟李希重疊大概1年多這樣子。所以我在網絡上就看到他跟李希呢非常熱絡的在交談。那表示關係非比尋，當然嘛，老同事嘛。那所以是不是一起幹過什麼事兒，我們不知道。反正老同事，所以談話表現非常熱絡。所以前面有胡春華，後面李希。胡春華呢，後來本來是接班人呢，後來硬是被拔掉了，然後最後自己也把那個政治局委員這個辭掉了，所以目前還平安了。那當然後面我們還不知道。李希非同小可啊。李希現在是7常委之一，是啊，組織部長，對，組織部長，這個是管全國人事的，所以不管怎麼說，他跟這2個人曾經共事過，那已經不得了了。那後來又說什麼呢？他是山東人，是山東運城縣人，好像跟武松同一縣吧？是武松好像清河啊，好像是清河，武松清河，对，不過也很近，很近了呀，還是跟宋江。宋江是同一县。而总而言之，那最後跑到新疆去，你從廣東跑到新疆，那就是培養了啦，是，對不對？這個東西我們都知道。像過去胡春華從廣東就拉到內蒙嘛，是，那都通常就一貧一富或一富一貧嘛，通常就這樣走。那比方說就培養差不多進政治局，政治局完了再行就進常委了。他已經進了政治局了，所以到了新疆第2年就進了政治局，然後變成副國級。這邊幹了多久呢？幹了差不多3年不到吧。今年2025年7月，就去年7月免職的，就離開了新疆，然後說另有任用。過了很久很久，好幾個月，我們才在新聞看到說他以這什麼，剛剛你講說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身份出來，我們才曉得說他至少還沒問題，就現在啪出問題了。所以這個人背景非常豐富，然後是
原來是真的是認真培養的一個叫什麼政治明星吧？是，所以現在掉下來，而且這個傳聞已經傳了一段時間了，現在突然間靴子落地了，然後還有一些別的觀察，我們再慢慢談。不過總而言之，就是我覺得這事情不是一般的事情。是，我想呢，這個當到政治局委員了，然後現在違紀違法，這顯然非常嚴重。那看起來呢，他以前也是蠻受到矚目的，是政治明星，但是現在說垮，然後就垮了。当然之前傳了一陣子。对，那這個背景也蠻特殊的，當過工程師，然後這個後來成了這個封疆大吏。那老師覺得他垮掉的原因可能是什麼？我覺得當然有幾個了，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講到，就是因為他說他貪腐的金額很大，那還有一些其他細節。但如果說從剛才我們談的背景來看的話呢，第一個最讓我們馬上想到當然是軍工集團嘛，因為他那邊待得夠久，然後那個經過的部門呢也比較多，然後也這個位階的比較高。我們上2集才談到軍工集團一堆人倒台啊，是對不对？第一個是吳曼青嘛，中國工程院的這個副院長，然後是這個雷達專家。第二是趙憲庚，另外一個工程院的副院長，然後是核武專家。第3個我們談到的是這個魏義營，魏義營是這個導彈專家、飛彈專家。第4個是楊偉，楊偉是整個中國一整代的這個戰機的這個總設計師，是從殲10、殲17到殲20到這個梟龍什麼，他都有參與。是，這都不是開玩笑，都不是一般人啊。這些名字我們提一個都覺得說哇，這個不得了的人了，一口氣提了4個，所以上次我們講了4個的時候，我自己都覺得挺震驚的。是，當然因為過去已經有過了什麼吳彥姍啦，什麼胡文明啊這些，這個我們已經心裡有點感覺了。再加上上次我們講的什麼李尚福啦、魏鳳和啊、什麼周亞寧這一系列都倒台的時候，我們就說軍工集團一定出問題。那所以你這樣算起來，我覺得當然第一可能就是軍工集团的問題。那第二就是要這樣說，第二呢，因為剛剛我們不說他在這個廣東工作嘛，所以我猜這個方面呢可能有一點點關聯，不過我現在不很確定就是了。是，剛才老師提到這個軍工集團，我們之前節目也討論過嘛，也垮了好多個嘛。對啊，可以說軍工大概就以中國來講幾個系統，陸海空。天就太空，對，核，對啊，磁就電子的。現在我看這麼多個系統，我看空也垮了啊，這個磁這個講雷達的也垮了，沒有一個不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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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幾乎一網打盡了，比美國的這個導彈攻擊還厲害，這個還不用打仗，對，這個幾乎全部內部自己就垮了，自爆了。所以啊，這老實說呢，這是不是代表了這個中國的這個軍工研發有非常嚴重的這個內部腐敗的問題啊？這我想有機會我們再好好討論。就是，那麼剛才也有人提到哈，我想也是請教老師，就是說這個馬興瑞啊，他在廣東那工作時間很長。那廣東呢啊，這個有2個重要人物嘛，一個是現在的李希啊，一個是以前的胡春華。那這個李希當然是現在的政治局常委了，可是胡春華呢，我知道很多。這個人哦，對他還是寄予厚望，是，這樣認為他這才麻煩，很有希望的。所以這個馬興瑞這個狀況呢，是不是跟李希還是這個胡春華有牽連？我覺得恐怕跑不掉因為等一下我先講一下數字好了，因為照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訊息啊，就是當然現在都是用這個貪腐這罪名去處理它。現在我們看到的數字呢是3700億人民幣。如果這個數字是真的話，這個不得了。我們不要說什麼，就我們過去講的這個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你記得那時候他們說貪腐數字大概多高？應該也沒有到1000億吧？100億吧？100億的東西，對不對？是。然後那時候還傳出消息說，去抓徐才厚的時候呢，抄家，然後拉了10幾輛軍卡，叫做100億啊，是啊，100億啊，
這個叫千億級，它還不是1000億，它是3700億，用火車來拉了，用火車來拉，要專列來拉，所以當然了，你說軍工系統啊會出這麼大紕漏，可以想象，因為這個牽涉錢太多了。我們上集不是講過嗎？從這個研發到這個定案，到採購，到外銷，那每一個環節都可能有貪腐。你不要說多了，這4個裡面只要有一個環節、2個環節的話，大概就可以上1000億了。是，那他不只是在這個航天系統待過，他在兵器工業集團也待過，當然時間不長了，但也待過。他在航天局什麼都待過，所以真叫千絲萬縷。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第二就是廣東是中國第一、第二的富裕省份嘛。然後對外貿易也好，什麼等等的，所以他那時候一幹深圳市長，是對不對？所以我當時印象就非常深刻，我說能幹深圳市長這個非比尋常，因為深圳當時號稱什麼呢？一個不是直轄市的直轄市，是對不对？是這樣說的。除了北京、天津、上海、重慶之外，那屬還就是深圳了。所以你看，深圳就是一個準直轄市的這個市長。那你又兼這個廣東省委副書記，那當然的了。那上去就廣東省代理省長，然後就幹廣東省長，前後就跟胡春華、跟李希這個待過，所以我覺得廣東經驗恐怕也跑不掉。而且如果數字這麼大的話，挺麻煩的。當然了，你說要這樣說哈，你說他跟李希搭檔過，肯定有好有壞。好的就是李希先幹了組織部長，然後李希因為跟他這個共事過，對他能力什麼各方面比較了解，然後習近平我說那咱們覺得馬興瑞怎麼樣？你跟他共事啊？他的李希當然滔滔不絕可以講啊，我跟他共事幾年，有過什麼事情什麼？哎，我還前面聽胡春華說過什麼什麼啊？這樣這個習對馬就一定了解，然後說啊可以提拔，可以什麼用？好，那現在一個問題來了。你現在查馬興瑞有沒有查到廣東呢？沒有查到廣東就算了，查廣東的時候你查不查李希呢？對不對？要查，那誰來查呢？是李希來查馬興瑞呢，還是另外有人來查馬興瑞呢？是，這就很有趣了。因為這個事情，就你往下越琢磨，就覺得說後面水越深。如果李希查馬興瑞的話，那李希是不是等於也在查自己呢？那如果是別人來查馬興瑞的話，他是不是順便要查李希呢？是不是順便要查胡春華呢？所以這東西一步步推下來，我覺得說真的是，所以我覺得廣東問題呢，恐怕也不少。而且現在你剛剛提到的，你說他政治局委員嘛，對啊，政治局委員24個人，現在倒了3個了。是，第一個是何衛東啊，是，第二是張又俠，是，那現在是馬興瑞啊。當然馬興瑞這個靴子是傳了很久了。他終於摔下來了，何衛東傳的時間比較短，張又俠傳的時間不算長，但傳的兇，因為這個有一軍人曾代公嘛，所以傳的比較兇嘛。那是不是這些問題我們不知道，反正總而言之就是，現在政治局24個就硬生生少了3個，這個是10%幾的這個比例，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啊。政治局這個幾人之下，然後億萬人之上的這個位置，那開玩笑的事情。所以，而且你想想看，政治局我們沒記錯吧？這24個人是20屆出來的嘛？本來應該是25個嘛，結果後來沒有提到25個，我們就說後面一個是應該是陳什麼那個女的嘛，就又沒有出來，就是24個，所以他要打破一次慣例。這24個人每一個人都是習近平親手挑選的。那你說挑完之後，現在不到5年就倒了3個，所以你合理推斷就是可能還有第4個、第5個呢。所以這個政治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另外一點，我們注意到就是這次你剛剛前面讀了那段通告，對不對？是新華社的通告，沒有同志2個字，對不對？對，沒有同志。沒有同志，對。我記得是這樣。那如果說稱你這個張國成同志，那雖然出了很多問題，你保留個同志，還有一線希望。是，當初鄧小平就這樣嘛，對不對？
你什麼都可以整，就保留同志2個字，就保留黨籍，將來我還翻身機會。黨籍沒了，將來就很難翻身了嘛。是。那現在他同志2個字沒了，按照他們的話語系統，這就不是一般問題了。但我覺得還有更大問題。這個消息我大概半年前聽到，那時候不很確定。那現在大概應該是明朗了。馬興瑞太太叫榮麗，就是姓很特別，就光榮的榮，榮麗。他不曉得跟這些北京這些榮家有沒有關係？我是沒有。榮麗人這個是對，這個鼎鼎大名人物了，鼎鼎大名人物。榮麗聽說很會幫老公經營，她最大的問題是，聽說買了一堆香港的國外的這些高額保單，是，然後送給很多這些高階領導人的夫人跟子女，哎，這個很厲害啊。好，你說送的東西啊，你說問題在哪裡呢？你若單純貪腐啊，存在家裡啊，那就算了。然後你上去買官，你這條線我都看得見，那買1個2個，這2個看問題多嚴重，決定要不要追究就算了。聽說榮麗送出去的那個第一呢，保單金額非常大，第二人數相當多，是。所以如果說他真的貪了3700億的話，大概少說花1000億出來吧，少說吧。那重點不只是貪污啊，我覺得。不管是李希去調查馬興瑞也好，或者習近平過問馬興瑞這樣也好，他們看見的恐怕不只是貪腐，他們看見什麼？你在編織一個政治網絡，是，你在底下拉幫結派，你在搞鬼，你想搞什麼？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更大問題，因為對他們來說，尤其對習來說呢，不好意思，就是這個我們講起官場的事情，有的時候真的是不太好聽的。有些皇帝喜歡用貪官，是對不對？我們那時候歷史上有皇帝喜歡貪官，因為貪官他為了貪污呢，他會挺認真做事，然後他一方面認真做事，一方面這個認真貪污。像那個和珅不就這樣嗎？很能幹，很會做事，但是很貪污。那皇帝為什麼用他呢？第一，他能辦事兒；第二，就是你貪污的時候，皇帝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你揣着這個不安的時候呢，你很認真辦事情，哎，你做事做得比別人好，你又能幹的話，那就沒問題。所以中國歷代皇帝呢，喜歡用貪官，有時候有他道理的，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所以你說現在這個事情，你說你是單純貪腐，還是說你在編織一套政治網絡，甚至你在打造一個政治集團，這個才是我真正會擔心的地方。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大事情。我想呢，這個每次呢公布這些巨貪呢，那個金額都是非常非常的驚人，嚇死人。通常我聽到這個消息，我想就有2個概念，第一個就是普通貪腐講說雁過拔毛好了，就是你如果能夠有這麼多毛，那是有多大群的雁，整個飛過去都給你拔了毛，都不見得拿得到這個，代表說這個實在太驚人。第二我想我個人有個想法，也是跟老師請教，就你說像這些人貪了100億啊，變成1000億了100億。我想他可能的重點都不是自己生活奢侈浪費，花不了這麼多了，有限了。而且以這種身份來講，要什麼有什麼，根本也不要錢了。對，我認為這麼多錢可能都是什麼？要麼擁兵自重啊，要麼就是這個結黨營私。總之呢，是要建立他自己的王國啊，需要去買人、買忠誠也好，買情報也好啊，這個一定是買情報。對，這麼多的錢一定是用在這幾個方面。這最管用嘛？譬如說你買通什麼人，然後買通這個皇帝身邊的這個知名的太監，這個我們看這清宮戲很多嘛。這個什麼重要事情就趕快去通風報信，早一天得到一個消息，那可能就是差了非常多了。所以這些人老實講貪這麼多，我看習近平看到的不是這些人貪婪而已，而是這些人對權力是有挑戰的。我看這才是真正問題。對，我同意。对，那像這個老師剛才提到說，清朝的時候，其實，這個像康熙就說這個廉而又能是第一等嘛，那這個能而不廉是第二等啊，意思就是說你很能幹事，但是你不太廉潔，那至少我是皇帝，我還壓得住你啊，你手上只要沒有兵那這個你也造不到什麼地方去的反。所以以前的中國古代有很多的所謂。不只是貪，就合法的貪污，叫漏規的收入
這些什麼東西？火耗啊、評語啊、什麼零間啊、剔壺啊，這個徵糧的時候，就是有些東西是你是可以抽的啊。但是現在當然這個現代當然不會有了。不過看起來這麼嚴重的貪腐這個尤其是又是現在的這個政治局，其實已經沒有理由說，哎，這個什麼人還是什麼派啊，什麼人還是什麼派啊，這些政治局委员都是他自己親自挑的。那越貪越大，越腐越嚴重，不只引起這個老百姓的這個疑慮，哎，你說這個上來了之後說這個貪那個貪，這個抓那個抓，現在越來越嚴重了。這中間會不會有一些這個值得我們注意的信號？我覺得有因為剛剛我說別的不要講，你光是24個政治局委員，現在就倒3個，是有的倒了還不到4年呢，有的倒了大概才3年多就倒下來了。那人家無論如何懷疑一件事情，就是說這些人都是你挑的嗎？你怎麼挑的？是，对不对？你說带病提拔，那是个个都生病啊，是没有一个不生病啊。是，现在大家的老百姓的感觉就是沒抓到而已啊，或者還沒抓你而已啊，還沒輪到你啊。但老百姓會這樣想，他不是想說誰親誰不誰親誰廉呢，或誰貪誰腐啊，他不是這樣想的了。所以這第一個，第二就是我覺得是不是有些呢？就是你說廉跟能哈，你說康熙那個說廉而能是第一等人，對不對？對。然後這個能而不廉呢是第二等人，這倒沒什麼。你要往下推的話，就是廉了之外還有一個忠跟不忠的問題，是這個恐怕才更嚴重。有時候又廉呢，又不廉又不能，然後但很忠心耿耿啊，都很能辦點事，那皇帝說不定還用。你說又不廉又不能又不忠，或者說不廉不能又不忠呢，那個才是大問題。所以現在我覺得什麼呢？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啊，因為你說習近平2012年上台，2013年開始打貪，用王岐山開始打，一路我們就講說，第一任的5年打貪，為什麼要打貪呢？因為他從江澤民派系手裡把權奪過來，好，這我們可以理解。因為江澤民架空了胡錦濤，胡錦濤幹了10年兒皇帝，最後呢灑淚而去，這我們都看見了啊，我們可以理解他。那你第一任打貪打了5年，第二任再打，那時候我們就說恐怕不是打貪了，也不是奪權了，恐怕是什麼呢？恐怕就是你要奪錢了，是你要奪太子黨的錢或奪太孫黨的錢。那甚至就是說國庫出了問題了，需要從這些人身上這個你說雁過拔毛，我乾脆把雁的抓，還直接把毛全拔光，我不讓它飛了，那是這是有可能的。可現在這個問題就是，我覺得會不會就是我上次不是講過上下交相宜嘛？是，我覺得他宜的就是什麼呢？宜的就是不忠嘛。是，但是我要用這個用不廉來打，我只能用這樣子。所以說照這樣講的話，我覺得你剛剛說釋放什麼訊號？第一個就是習對於身邊這些人呢，他會有很大的懷疑了，他會有猜忌。那我猜忌你們是一回事，抓的人多了，你們會回頭猜忌我，這我上次講的上下交相宜。所以照這個邏輯來推的話，那我們可以看見幾個人會有危險，我不能說有問題，會有危險。第一個是現在重慶市委書記這個袁家軍。袁家軍跟這個馬興瑞有一個非常相似的地方，都是航天系統出來的，都是非常高的高管出來的啊，這是第一個。第二就是現在的這個副總理，一個叫張國清，張國清就我剛剛講的兵器工業集團，兵器工業集團前面我們講也倒了幾個了，對不對？好，那而張國清主導的這些國產武器系統呢，這在中東正好表現不好。是，所以那時候馬興瑞消息出來的時候，我一個朋友就傳訊息給我說：“你看，在委內瑞拉跟伊朗這武器系統表現不好，像馬興瑞倒台了。”所以後來我就回他一句，我說：“那這樣的話倒的恐怕不止馬興瑞，是恐怕不止馬興瑞，那就前幾天的事情嘛。所以現在看起來，那你說如果在委內瑞拉跟在伊朗都出這問題的話，那剛剛講的這樣就2個了。”第3個副總理叫劉國中，劉國中是軍工系統出來的，好，這第3個。第4個就不是軍工系統，就是你剛剛提到這個胡春華，是，他這個剛馬興瑞在在廣東的時候呢，跟胡春華重疊3年多到4年吧，有沒有4年我不記得了。
馬興瑞不是空降廣東到深圳，然後就當副省長嗎？那個時候胡春華是這個書記嘛，胡春華接汪洋嘛，做這個黨委書記，所以雙方共事3、4年的時間，那你說馬興瑞貪污3700多億，他都是在前面軍工系統貪污的嗎？那廣東這邊有沒有？廣東這邊有的錢很小，那當然沒問題。廣東這邊錢大一點點，前面的胡春華跑不掉，後面的李希肯定也跑不掉，這才是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問題。所以現在當然剩下一個事情了，就是說，如果習近平要抓的話，他是認為說你是真是貪污的問題嗎？還是你真的在結黨營私？是，如果是你單純貪污的話，那就算了，那到你為止。那如果結黨營私的話，那就另當別論。所以現在就是，當然了，目前李希是組織部長，那還會被當作板斧來用。但如果說，被拿來做板斧的另外2個軍委副主席，軍中的板斧，都先後倒台的話，一個前一個何衛東，後個張又俠，那你覺得李希保險嗎？或者你覺得這個胡春華保險嗎？這我都不敢講。我倒不是說事情一定會延燒到他們，但只是。你從2013年打貪腐打到現在，打了13年，打的範圍越來越廣，然後打得越來越兇，成績越來越高，然後這個幾乎大家看不見底線。我覺得這個才是大家害怕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就像上次我們不是講了吳曼青的幾個嗎？我記得我結尾講一句話說，恐怕這不是結尾，恐怕後面還有。不就講完這1個禮拜左右吧，那馬興瑞就倒了。所以現在我們幾乎會用同一句話結尾：馬興瑞事件恐怕不是一個結尾，恐怕後面接連的還會有。我們現在大概就會做出這種觀察。是，我想這個當然老師剛才給我們提示，就是這目前還在發展中啊，所以很多是還在觀察。不過有些我想比較可以確定，第一個就是這個接二連三的貪腐都是高官，對，然後跨系統、跨領域。好，跨時間，然後這個金額又特別大，所以呢，這如果是一般老百姓就會想，第一，你這個打貪腐打了這麼多年，看起來可能是政治鬥爭嘛，不然怎麼一點效果都沒有呢？要麼就越打越貪呢？對的，怎麼越打越貪呢？對，所以第一個就是你是假打，其實是政治鬥爭。第二個呢，就是這個機制腐爛到誰做都會貪，沒有辦法改變它的問題。其實我以前就常常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說。每次都說什麼中紀委調查啊，國家監委調查，那誰來調查中紀委？中紀委自己會不會也貪？有啊，中紀委不是抓了一堆出來？對，所以就這個中紀委啊去調查別人，那誰來調查中紀委？中紀委自己就不貪嘛？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這種獨裁體制，中共的這個體制後永遠會被質疑的問題。對，誰來調查？對啊，你說司法也是政法委書記在管啊，也沒有獨立，更沒有這個立法權3權分立，這個都沒有。所以啊，這個。不斷的會有這個貪腐，那最後這個當然就想說，哎，你習近平呢就用的這些人，是你是無人可用呢，還是你根本就不會用人？所以兩個都是問題，都是問題，兩個都是問題。所以這些問題總的來看呢，不管是體制的貪腐，還是這個習近平用人的眼光，還是這整個機制的問題，我想最後總的壓力呢，都還是回到最高領導人身上。當然了，因為。什麼事情都是你親自過問、親自領導、親自負責，然後親自推動什麼等等，那當然是你啊！你講的24/2全部都是維護你啊，那不就是你嗎？是，那還有誰呢？是，對不對？但是呢，我想這些權力的這些問題，我想啊，這個共產黨高官，你說這個經濟啦、國計民生可能不見得那麼懂，但是這些權力的這些方面，我想他們一定很懂，他應該也知道這樣子打，最後傷到的還是他自己。那這次呢，啊，把馬興瑞打掉了。會不會有一個可能，就是他的最後真正的重點是胡春華，把胡春華滅了。那這個中間呢，也簽掉一個他自己的人馬興瑞啊，甚至是還簽掉一個他自己的人李希，代表說我這真的是為黨為公，而不是說為我個人的這個派系，你們這擁護啊誰，我把他打掉，但是我是為了公，而不是為了我自己的權利，會不會有這個可能？那這樣的話，犧牲那2個，其實老講也還好啊。對這些人來講，根本算不了什麼。你現在說的是，會不會最後把這個目標是胡春華？是。現在有人說什麼呢？目標最後是不是彭麗媛？是，這才是大問題。因為現在不是說山東幫嘛，所以你也不知道了。這東西當然就是說，應該這樣講，
因為中共的政治太不透明，我們講過很多次，中國政治太不透明，所以現在我們只能拼湊這些圖像，然後以現在手上有的資料呢，我們往外去推了，做一些推演。所以我們做這些預言呢，或做這些預測呢，通常我們會略有保守一點點，因為為什麼保守呢？因為它不是一個單純的一個政治理性的邏輯。它裡面牽涉到派系鬥爭啦，牽涉到說我是不是這個要培養接班人呢？我是不是要用我的太太啦，用我的夫人呢？或者甚至培養我的子女啊什麼等等，這種考量呢，有的時候就不容易拿捏那麼準。你說在民主社會裡面，我們有幾個準繩比較容易判斷，因為你剛剛講了嘛，就是監察系統。黨內的不行了，有國家監察系統；國家監察系統不行了，有民間嘛，有我們至少三權分立嘛。那麼這個不行了，然後至少還有什麼？還有報紙，還有媒體，還有什麼的？最後老百姓還可以投票反對你，還可以罷免你。所以有很多這種監察機制。但在共產黨那種社會裡面，一黨專政，最後這一人獨裁的情況下呢，我們常講就是說，表面上看起來就不出問題的都非常有效率，非常棒。但一旦出問題的時候，那問題就大到不得了。所以常常就是怎麼說呢？獨裁體系最危險，到最後的第一就是牽扯到獨裁者個人，是；第二就是這個傷筋動骨，整個體系就崩掉了。這個我們從過去看什麼葛大費啦，看誰啊，這個都太多了。所以我們再說一次啊，我們不是說民主體系多麼完美無缺，不是這個意思。我們只是說，因為現代工商社會太過複雜，民主政治是我們找到一個比較好的方式而已，只是這樣子。因為大家在互相監督，所以效率上會比較差。但是呢，對於這個對老百姓的保護、對人權的保護、對國家系統的保護什麼等等，相對來說比較好。而這個獨裁系統一旦出問題的時候呢，它整個就爆掉。而一爆之後呢，它引爆的政治、經濟、社會動盪呢，可能規模會非常大，甚至死傷慘烈。這就我們覺得說，為什麼我們對獨裁有這麼大的疑慮，然後對民主我們覺得相對肯定了。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是，所以我想這個討論這個呢，真的說來說去還是民主社會比較好，比較安穩嘛。對你說你不當官啊，這個只要自己沒有貪，最多是沒有權力，沒有那個知名度啊，還是說我當官當一當我不參選了，我告老還鄉了，我講我下去賣牛肉麵了，我轉去做生意了，這個總是可以過個安穩日子。反而呢，像在中國呢，當這些高官雖然權力非常的大但是一旦出事呢，可能你沒有貪，人家也說你貪，就是在政治鬥爭下的一個犧牲者。所以我在國外的時候就碰過很多那種，這個年輕的這些從中國大陸出来的留學生啊什麼，那其實他們的父輩呢，地位都不得了，是然後呢，要不然就是很有錢。那他當然到了國外，到了美國啦，到了澳大利亞，其實都是就是一個普通正常人，沒有什麼特權，這怎麼可能有什麼特權在中國不得了，你可以一看車牌這個公安都不敢攔你的。可是為什麼他們還是要想辦法到國外去拿那個身份？聊一聊都是安全的，對，活得像個人，对。为你在大陸這麼大的特權，這麼高的地位，說什麼就是什麼，這個不如你到外國還要有這個語言的問題什麼，然後就當個普通的一般人，沒有人多看你一眼，他們寧可選擇後者。對，所以我想這還是民主的真正價值。對，這就人就是生活嘛，就你要什麼樣生活嘛，就說穿了就這麼件事兒。其實一般人不也是追求這東西嗎？是，所以我想呢，我們節目呢，這個透過明峻老師的講解，我們一方面呢，理解這個國際政治，理解中國政治，理解兩岸關係，但是真正最後，我想萬流歸宗還是在凸顯什麼是真正普世價值，什麼是真正人性的價值。是，我認為這個呢，不管誰執政，誰當總統誰哪個國家怎麼樣，我認為這些呢才是真正有意義值得保衛，甚至多數人呢都會在自由意志下選擇的東西。對，就這麼回事兒。是，所以我想呢，這個有關於這個中共高層的這個狀況，我想還在發展當中，我們也會密切的保持關注。今天呢，非常感謝明峻老師來到我們節目做這麼精闢的論述。謝謝老師。那謝謝，也謝謝各位觀眾。好，今天呢，我們節目就進行到這邊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歡迎給我們批評指教，然後按讚、分享、訂閱，按下小鈴鐺。我們下次再會。但他們那些人都是在大陸就隨便一講，哇，都不得了，因為大陸權力都很大嘛。你是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地級市什麼一個什麼，還是一個什麼廳長，一個什麼局長，那都不得了。我在美國讀書的时候呢，傳說有大陸同學呢是，政治局委員以上的身份吧？是哦，那不得了，对对对。那我們那時候很多大陸同學嘛，聽說有一個大概是有黨的身份的，就需要去管另外的同學。那同學怎麼回他？說，要比老子大，我老子比你老子大，你管我？他們就這樣講話。我們的台灣是沒有人會想到這種話的，不要說講出來，沒有人會想到這種話的。他那邊你就兩個人隨口聊天就這樣講話，而人家臉上的表情就一副就是你怎麼樣？後來人家轉述給我聽，我說跟我理解的大陸社會就一模一樣，真的是，中國走到這步實在是可惜。坦白說，那個就是他們那個在都地位非常高，然後這個每一個人看到都是不斷的奉承，他寧可他的下一代呢到美國啊，到澳大利亞，就是在过正常人，做个普普通通的人买東西排隊，停車繳費然後這個也不會說什麼，我就隨便停，自然也沒有人敢開我的單，然後乖乖納稅，為什麼要過得這麼普通？這活着比較安全，就是所以活得安心自在了，所以一大堆裸官就是這個問題。是這樣。謝謝老師，謝謝。